空调杀人的可能性很低，但不是没有。这就得谈谈早期空调的战绩。当然，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如今空调还有没有这种病菌？除了空调，还有什么环境可能存在，以及如何预防等。那我们品尝一下本期的病原体——嗜肺军团菌。1976年，美国一群退伍军人在一阵狂欢后，200多人被神秘病菌感染，34人死亡。因为感染的人大多都是退伍军人，所以神秘的肺尘流行病军团病这主题也就闹开了。当时正值7月夏日，饭店的空调吹着让人舒适的凉风，但由于当时空调存在积水且长期未清洁，灰尘、水垢和有机物为细菌提供了养分，形成含菌生物膜。当空调启动时，积存的污水被雾化，携带病菌随风扩散，等于空调把这些细菌吹遍整个房间，这是一点死角都不留啊！空气中的病菌随着这些退伍军人的一呼一吸涌入肺泡，当然，免疫细胞也不是吃素的。只可惜它与其他病菌不同，它需要被巨噬细胞吞噬来达成它杀人的目标。它有自己的一套手段在巨噬细胞内生存，就像是建立了一个单人间一样，有点寄生行为的意思了。免疫系统也并非打不进去，只是嗜肺军团菌在达到一定量级后，有点像是针对免疫系统设计的，其可以直接干扰宿主的杀菌信号通路，不容易被免疫系统识别，更别提炎症了。即使嗜肺军团菌借宿的巨噬细胞濒临死亡，嗜肺军团菌也会尽力救一把，防止宿主细胞过早凋亡而影响细菌复制。当然，免疫系统里面还有一种情况，自己吃自己，也就是神奇的细胞自噬机制。这里面有一种情况，就是细胞感染病原体后会开启自杀模式，但是没错，军团菌又能针对这块预防，抑制致死通路。免疫系统在这时候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偶尔监测到不对劲，持续的放一下低烧做个提醒，但很容易被误认为感冒。这也确实，问谁懵逼。你说是得一个常见的感冒概率大，还是罕见的军团病概率大？那巨噬细胞也得死啊！不死的话，免疫系统没有足够的线索，无法杀灭病菌。那什么时候能死呢？等到嗜肺军团菌的规模在巨噬细胞内足够多，到时候不想死都不行。看你要自己体灭还是嗜肺军团菌帮你体灭，而死亡的巨噬细胞无疑会释放出更多的病菌，这些病菌又会进一步感染邻近细胞。不过到这里，免疫系统不会试探性攻击了，巨噬细胞的死亡会拉响整个免疫系统的警报，而且嗜肺军团菌是诱导细胞交亡，交亡是自杀式炸弹，细胞以自毁方式向周围免疫系统发送最高级别警报，而炎症因子就是它的爆炸冲击波。大量的病菌加上大量的炎症介质，这不妥妥的高烧前奏吗？整个过程看似长，其实也就几天。所以当这群退伍老兵聚会后，就开始有陆续的身体情况，从患病人数增多到开始有人死亡，也就1周的时间。比如7月24日晚上，布伦南参加完大会回到家中，抱怨感到疲倦。大会结束3天后的7月27日，61岁的雷布伦南因心脏病突发在家中去世。7月30日，另一位60岁的退伍军人弗兰克·阿维尼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其他3名退伍军人也不幸去世，他们均出席了大会。8月1日，又有6名退伍军人去世，他们的年龄从39岁到82岁不等，而且都有胸痛、肺充血和发烧等症状。1周之内，超过130人入院治疗，25人死亡。不对吧？为什么一个发烧就能要人命呢？这个问题也不难搞懂，免疫系统杀灭病原体的主力还是吞噬细胞，而嗜肺军团菌又能利用吞噬细胞进行增殖，所以免疫系统强大的火力反而是帮他们扩大规模的帮手。而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在肺，过度的炎症反应会对肺造成损伤，而死亡的这些人里，或者说参加聚会被感染的人中，或多或少都有肺部症状。那也不对，死因都是心脏病突发，这会不会只是个巧合？那必然不是，主要的路径就是看着好像就后面2个有点关系，不急，让我来讲。嗜肺军团菌玩出了一堆炎症因子后，这些东西不仅在肺泡，还会流向全身。请大声告诉我，血液流向最中心的器官是哪个？好，声音有点大了，心脏。那心脏也就会受到损伤，然后肺泡这边还没完，肺泡损伤必然会影响气体交换，氧气供给肯定会少，只是一个少多少的问题。话又说回来，心脏也是耗氧大户，而且在费城这次事件中，最开始因心脏问题死亡的都是老年人，人老了有点基础疾病也正常，心脏本来就不太行，加上刚才提的那些因素，等于是把这个雷加速引爆了。炎症风暴、低血氧症和代谢紊乱会多管齐下的压垮心脏。肺炎是导火索，心脏病是倒下的最后一张骨牌，不一定会这么严重，但有这个可能。当然，这一切的一切是如今我们剖析的整场事件站在了上帝视角才洞悉真相。而军团菌在当时流言四起，而且神奇的是，研究人员观察了电子显微镜下的数百个组织样本，排出了数十种微生物，多次对病原体的培养全部失败，甚至在采集了退伍军人住过的所有房间里的空气、用水、泥土、灰尘和物品的标本进行培养都没有结果。直到1977年初，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才在多次尝试后发现了军团菌。由于这次疫情患者大都为退伍军人，所以疾病被称作军团病。
病原体被称作军团菌。作为一种常见病菌，军团菌的生存能力很强，但军团菌感染属于比较罕见的情况。它算是靠量取胜，通常需要吸入超过10的3个次方到10的4个次方的细菌。其实我们需要接触到这么大的量，最大可能就是空调的密封环境。所以7、8、9月一直以来都是军团菌阳性率较高的时期，而且军团菌通常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所以这注定了规模大不起来。大家可能更关心的问题是，现在科技经过几十年进步，空调还有引起军团症的可能吗？先说答案，空调还是可能引起军团病。有空调专业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评价一下我说的对不对，毕竟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可能讲的有点出入。首先，空调冷凝水的温度常处于25到35摄氏度，属于军团菌快的区间。空调冷却塔蒸发器中残留的水会成为细菌温床。空调过滤器主要针对 PM2.5， 军团菌气溶胶粒径都为1到5微米，可轻松穿透高效过滤器，而且大家一般也都没清洁或者少清洁。而要预防，就需要专业人士对空调进行深度清理。其实一般问题主要发生在长期未使用的空调上，开启时尽量有个半小时房间里面不待人就行。这是因为持续的送风可以稀释掉军团菌的含量，即使依旧会被吸入，但这个量不足以致病。那也不对，刚才不是说嗜肺军团菌可以进入巨噬细胞里面繁殖吗？怎么数量少了就不行了？这就得提到免疫系统的底线了。嗜肺军团菌杀人的核心是以量取胜，如果量太少，巨噬细胞腾得出手就可以逐一歼灭；如果数量太多，双拳难敌4手，就容易被偷袭。所以量大是底线，也不用太担心，这是个罕见病。普通空调的量很难治病。军团病的爆发流行主要发生在医院、写字楼等人员密集且采用中央空调的密封空间，所以空调杀人确实有点标题党，但也不是完全瞎编，只是这位杀手动作太慢，起步要求又太高，打击面也窄，杀人全靠缘分。而这期视频其实也就是帮各位做个了解，在夏季略微高发一点点且罕见的还有来自海洋的无声杀手海洋创伤弧菌，病程如何又该如何预防，可以在主页搜索海洋创伤弧菌，视频已经等候各位多时。我是奇诺，我们下期再见。